這是黃渤做過最狠心的事，看着9岁女孩挨完巴掌，默默流淚，當場撤了全部資助。但一巴掌打醒的不是孩子，是黄渤。這事兒出自早年的《極限挑戰》，男人帮去山裡支教，每人認領一個留守兒童，陪孩子待上1天，幫着圓一個小心願。黃渤分到的女孩叫侯元麗，剛見面就讓她記在了心裡，成績在班裡排在前列。更難得的是自帶舞蹈天賦，1天培訓班沒上過，動作看一遍就能複刻，橫叉下腰这類動作都做得乾脆利落。真正戳中黃渤的是這孩子超出年齡的懂事。中午食堂打飯，小姑娘端着打好的飯先遞到黃渤面前，讓他先吃，自己轉身又排回了隊伍末尾。黃渤臉上笑着，心裡早就發酸了。聊開了才知道，女孩爸媽常年在外打工，家裡砍柴燒火洗碗帶弟弟，大半家務都壓在他身上。黄渤當時就打定主意要長期資助這個孩子。為了把事落實，他提出跟着女孩回家，想和他家人當面說清楚。小姑娘一路蹦蹦跳跳的，特別開心。可剛進家門，黃渤就愣住了。屋子楼上住人，樓下圈着豬，家裡算得上值錢的是扶贫幹部送的幾頭豬。但就算是這樣的條件，也沒讓黃渤打退堂鼓。真正讓他徹底改变主意的是奶奶出現後的一個動作。侯元麗看見奶奶回家，立馬迎了上去，結果奶奶看到家裡有外人，抬手就給了孫女一巴掌，動作特別熟練，半分猶豫都沒有，完全不管旁邊還有鏡頭。奶奶，你說打你什麼？拿起跑在幹嘛？挨了打的侯元麗沒哭沒鬧，只是下意識縮了縮脖子，背過身悄悄抹眼淚。9歲的孩子受了委屈，第一反應不是喊疼哭鬧，是默默憋着。黃渤站在原地愣了好半天，後來安慰了女孩幾句，卻再也沒提資助的事兒。節目播出來之後，好多人吐槽黃渤，說他那麼有錢，幫一把怎麼了？可你仔細想想，要是當場掏出幾萬塊，說給孩子學舞蹈用，這筆錢真的能落到他手裡嗎？答案其實就藏在那一巴掌裡。當着鏡頭都能隨便動手，等攝像機撤走，只會更沒顧忌。大概率黃渤前腳剛走，錢就進了奶奶的口袋，最後全花在孫子身上。侯元麗不僅拿不到半分好處，反而會因為能引來錢被看得更緊，說不定學也不讓上，舞也不讓跳，就逼着他找明星要錢，成了家裡的摇錢樹。黃渤想透了這一層，只說了一句很克制的話：有一些是你能給予的，有一些你真沒法給予的。他改不了老人的想法，能做的事遠比他以為的少，但他也不是什麼都沒做。臨走前，他給侯元麗過了個生日，這大概率是女孩第一次吃到生日蛋糕。他還送了2樣東西，1雙舞鞋，1塊電話手錶。舞鞋是告訴女孩她的天賦值得堅持，而這塊手錶藏着特別深的考量。他跟侯元麗說，你让她可以跟媽媽打電話，也可以找到我。你品品這句話的意思，要是手錶被奶奶收走給了弟弟，那侯元麗永遠不會打來電話，這就是個無聲的答案。但如果有一天黃渤的手機響起，那頭是他的聲音，就說明這孩子在家裡還有話語權，還在為自己爭取。只要這根線沒斷，以後有的是辦法幫他。幾百塊的手錶比幾萬塊現金穩妥多了，錢給出去可能害了他，但這通能打通的電話是他難的時候能抓住的一根繩。同期節目裡，黃渤還攔了張藝興一件事兒。張藝興結隊的小男孩成績很好，滿牆都是獎狀，可孩子從3個月大就没見過媽媽。張藝興心軟，想借着節目的熱度幫孩子找媽媽。黃渤和黃磊直接攔住了他。你觉得真要讓他面對這些嗎？所以我也不知道，小哥，你有的時候心裡邊一直還是個希望，你要讓他在這麼小的時候就直接看到一扇門關上了。也是，真的已經沒你想那麼簡單。黃渤演過《親愛的》，太清楚這類家庭背後藏着多少說不出的隱情。他沒把話說透，只是打了個比方。比如說她嫁到這個村子裡邊來了，就像你們剛才進去那個房子一樣，她要面對的這就是以後後半生的生活。當然母愛是偉大的，你可以接受這些，放棄掉自己的一生，然後給孩子帶來光明，但是并不代表这就是唯一必須絕對的答案。說白了，那位媽媽當年離開不一定是狠心拋棄，也可能是拼盡全力才逃出去的。硬把人找回來，到底是幫孩子團圓，還是把一個好不容易脫身的人再推回火坑裡？一期節目，黃渤做了2個旁人眼裡狠心的決定，不給女孩錢，不幫男孩找媽媽，2次都把到嘴邊的善意咽了回去，選了沉默。可恰恰是這2份沉默，比一時腦熱的慷慨更接近真正的善良。錢能解決窮，解決不了刻在骨子裡的舊觀念。尋人能湊齊一家人，前提是那個人願意回來。沒頭沒腦的善意落到擰巴的環境裡，長出來的說不定不是溫暖，是傷人的刺。最後，黃渤把自己寫在本子上的話送給了侯元麗：只要自己去努力，一切都可以改变。這不是一句空泛的鼓勵，他是在告訴這個9歲的小姑娘，能靠得住的只有你自己。等你哪天足夠強大，能走出這裡了，我的電話一直都在。那塊手錶是他為女孩留的一扇門，推不推開，什麼時候推開，全由他自己說了算。關注蘭尼時刻，不只看熱鬧，也看人性。我們下期見面。